欢迎收听。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隐喻。你可能觉得隐喻嘛，不就是写作文时候用的修辞手法，什么像、一样之类的。对，很多人一开始都是这么想的。但今天我们要深入挖一挖，我们参考了几份很重要的资料，特别是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森那本经典《我们赖以生宠的隐喻》。是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奠基性的。还有一些最新的讨论，比如梅兰妮·米切尔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到底能不能理解的研究，再加上一篇关于隐喻、身体经验和现实关系的文章精华。这些材料放在一起看，确实能引发很多思考。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可不只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要和你一起花上可能超过2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次非常非常详细的挖掘。对，一次彻底的解包。我们要看看这些我们天天在用的隐喻，到底是怎么从我们最基本的身体感觉里冒出来的，它们又是怎么系统性的构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框架。怎么影响我们对真理啊、行动啊，甚至价值观的看法？最后，我们还会触及一个很前沿的问题：那些没有身体经验的人工智能，像 ChatGPT， 他们能真正理解我们这个由隐喻受造的世界吗？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很大。没错，所以准备好了吗？咱们就这开始一层一层的拨开这个复杂又迷人的话题。好，我们先从核心概念入手吧。隐喻不仅仅是语言，它就是思维本身。这个说法就很有颠覆性了。那我们从哪个例子开始呢？书里最经典的那个论证式战争。对，这个例子特别好。我们平时说话太常用了，你的论点站不住脚，他攻击了我每一个弱点，我的论证无懈可击，我驳倒了他的说法。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难道真的只是比喻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莱考夫和约翰森认为，这远远不只是比喻。这个论证式战争的隐喻，它深刻的、系统性的结构化了我们理解论证，甚至是进行论证的方式。结构化这个词有点抽象，能具体说说吗？就是说，它不只是个别词语的借用。你看，所有和战争相关的词汇和概念，几乎都能系统性的用到论证里。比如战争里有攻击、防御，论证里我们说攻击对方论点，捍卫自己立场。战争有策略，论证也要讲究辩论策略。战争有阵地，论证里有理论阵地或者坚守某个立场。还有赢得和输掉。对，赢得辩论，输掉官司，甚至还有击溃对方论点，摧毁对方的理论基础。你看，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网络，从战争这个具体的领域，系统的映射到了论证这个抽象领域。这个映射不是随意的，而是成体系的，非常系统。它规定了论证活动的目的、获胜、参与者的角色、对手、行为、攻击、防御，甚至我们如何评价一个论证是有利还是不堪一击。那如果不用战争隐喻，论证会是什么样呢？书里好像对比了交谈。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普通的交谈，它的结构相对简单，有参与者，有谈话的各个部分，有先后顺序，可能有因果联系，目的是维持互动、交流信息、保持礼貌等等。比较平和。对，但是一旦我们进入论证模式，尤其是在战争隐喻主导下，情况就变了。在交谈的基础上叠加了战争的维度。怎么叠加呢？参与者从单纯的说话人变成了对手，谈话内容变成了需要捍卫的立场或者需要攻击的靶子，对话过程充满了攻击、防御、反击，最终目标变成了输赢。这么说来，我们好像确实是默认用战争模式在进行很多辩论，甚至一些学术讨论。的确如此。即使是那些标榜理性的论证场域，比如学术界、法律界，你看他们使用的核心术语：建立论点 （building a case）、捍卫立场 （defending the position）、攻击对方的论证 （attacking arguments），仍然深深植根于战争框架。那这种隐喻的根源是什么呢？难道我们天生就好斗？书里推测，这可能源于我们最基本的物理冲突经验。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但从小到大，我们通过体育比赛、游戏、故事、新闻等等，不断接触和内化这种对抗性的经验。哦，是文化内化的结果。对，这种身体的、物理的对抗经验，为我们理解抽象的治理上的对抗，也就是论证，提供了一个非常底层的直观的框架。我们用熟悉的战争来理解不熟悉的论证。有意思，而且好像一些不太理性的辩论手段，比如威胁、侮辱、人身攻击，也能被这个战争框架容纳。完全正确。在战争中，为了胜利，各种手段都可能被使用。所以在论证是战争的框架下，那些所谓的非理性策略，比如威胁，你要是不同意就侮辱，只有傻子才信你那套，奉承，您这么聪明，一定能理解我的观点，等等，他们可以被巧妙地伪装成战术，或者干脆就是赤裸裸的攻击，都服务于打赢这个最终目的。哇，这么一说，论证是战争这个隐喻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它几乎定义了我们整个行为模式。是的，它凸显了论证的对抗性、输赢性，但也可能遮蔽了论证的其他可能性，比如合作性、探索性的一面。这个凸显和遮蔽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谈。那我们再来看另一类隐喻，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身体经验直接相关的。比如我说他情绪高涨，或者最近股市下跌了，或者他的健康状况正处于顶峰，这些上上下下的说法背后又是什么机制呢？这些就是所谓的方向性隐喻，它们特别基础，因为它们直接利用了我们身体的空间方位感，上下里外前后、开关深浅、中心边缘等等，来赋予抽象概念意义。根源也是我们的身体构造和跟环境的互动啊。正是如此，我们是直立行走的生物，生活在重力场中，有明确的身体朝向。这些最基本的物理体验，就成了我们理解很多抽象事物的源头。那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些上上下下，最常见的是不是好是上，坏是下？对，这个非常普遍。还有与之关联的，快乐是上，悲伤是下。你想想，人高兴的时候，是不是会挺胸抬头，感觉身体向上伸展？所谓精神焕发、兴高采烈 （high spirits）。是这样。那悲伤的时候呢？悲伤、沮丧的时候，人往往会垂头、弓背，身体姿态是向下的。所以我们说，情绪低落 （feeling down），意志消沉，陷入沮丧的深渊。我感觉很嗨，士气高涨，这都是上。反过来就是情绪低落，士气低落。没错。再比如，意识是上，无意识是下。这个怎么联系呢？想想我们每天的作息，醒着的时候，我们是站立或坐起的，是上上的状态；睡觉或昏迷的时候，我们是躺下的，是下下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起床、醒来都是上，然后睡着了、陷入昏迷都是下。对，还有健康与生命是上，疾病与死亡是下。这个也很好理解。健康的人是站立活动的，生病了通常要躺下休息，死亡则是彻底倒下。是的，所以我们说身体处于健康顶峰，起死回生都是上，而病倒了，健康状况下滑，一病不起都是下。控制或力量是上，被控制或无力是下呢？这个源于物理上的对抗经验，在打斗中，胜利者通常在上面压制住失败者。体型高大也常常和力量联系在一起，社会地位也是如此。所以位高权重，权力在我之上，情况尽在掌握 （under control）。虽然英文是 under， 但掌握感是向上的，这些是上。对，而屈居人下，社会地位低下，权力下降，被压迫，这些就是下。多是上，少是下呢？这个好像更直接。这个体验基础非常物理。比如你往一个容器里倒水，水面会上升，你堆东西堆得越高，表示越多。所以数量上升、价格上涨、收入增加、气温升高都是上。反之，数量减少、价格下跌、收入下降、错误率极低就是下。完全正确。然后基于前面那些积极的上向隐喻，比如快乐、健康、控制、
多就自然衍生出更普遍的好事上，坏事下。因为那些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往往都和上的体验关联。对，所以我们说情况好转，产品质量上乘，评分很高，都是上；而情况恶化，质量低劣，评分很低，就是下。达到顶峰后一路下滑，这种说法就把好坏和多少跟上下结合起来了。最后一个，美德是上，堕落是下。这个结合了好事上以及可能的社会拟人隐喻，符合社会规范，被认为是好的行为，有助于维持社会福祉，就被视为向上的；反之，破坏性的、不道德的行为被视为向下。所以我们说高尚、正直、品行高洁是上，而卑鄙、下流、堕落、道德沦丧就是下。正是如此，你看这些方向性隐喻都牢牢扎根在我们的身体和物理互动经验中。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同的隐喻可能有不同的体验基础。对，比如多事上基于物理堆积，而快乐事上基于身体姿态和情感的关联，它们的源头不一样。书里还提到，有些隐喻可能不完全连贯，比如未知是上，已知是下。是的，这个例子很有趣。有一种解释是，它可能来自理解是抓住这个隐喻，难抓住的东西可能在空中飘着 ，up in the air， 所以是未知；而已知的、被抓住的就在手里或者地面上，是下。这就和好事上、完成事上不太连贯了。对，因为它们的体验基础不同。这恰恰说明隐喻系统不是一个完全逻辑一致的体系，而是基于不同经验来源的集合。但在一个文化内部，主流的价值观需要和这些核心隐喻保持连贯，是吧？是的，非常重要。比如，一个社会如果推崇越多越好，未来会更美好，那么多事上、好事上、未来在前上这些隐喻就会非常稳固，并且相互支持。那亚文化或者反主流文化呢？比如有些人就喜欢小车，不喜欢大车，或者像修道士那样追逐简朴，看清世俗地位。好的问题，这些文化可能会重新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多，什么是重要地位。比如，对于修道士，精神境界高是上，物质财富多反而可能是下或者不重要。但请注意，他们仍然在使用上下这个基本的方向隐喻来定位价值，只是赋予了不同的内容优先级。基本的方向性隐喻框架还在那里。明白了，所以身体经验提供了最基本的方向感，文化在这基础上构建价值体系，但基本方向隐喻是相当稳定的。可以这么说。当然，不同文化可能对不同的空间方位有不同的侧重。比如有的文化可能更强调平衡或者中心性，但这并不否定上下在我们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好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论证是战争这种结构性隐喻和上下这种方向性隐喻，它们都源于我们的经验，特别是身体经验。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谈谈其他类型的隐喻？对，我们来看看本体隐喻。本体隐喻听起来有点哲学，哈哈，名字有点吓人，但其实也很常见。简单说，就是我们把各种非实体的东西，比如经验、情感、活动、想法、状态等等，当作实体或物质来看待。哦，把虚的看成实的。比如我们说通货膨胀降低了我们的生活水平，这里通货膨胀就像一个有力量的实体。正是，通货膨胀是实体，把它看成一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说它上升、下降、失控，甚至可以对抗它、围困它。它还会蚕食我们的购买力，带来损失。还有恐惧驱使我行动，这里恐惧也像个东西，有力量。对，情感是实体，把它实体化之后，我们就能更好地谈论它。本体隐喻有几个重要的功能。哪些功能呢？首先是指称，我们可以谈论我对昆虫的恐惧，好像恐惧是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其次是量化，比如我需要很多耐心，它有一点焦虑，耐心和焦虑被当成了可以计量的物质。还有呢？识别方面，比如这是他性格里丑陋的一面，性格被看作一个物体，有不同的侧面。还有识别原因，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责任的压力导致他崩溃，压力像一个重物。最后是设定目标和激励行动，比如
他毕生寻求名望和财富，名望和财富被当成了可以去获取的具体目标。明白了，就是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对象化，方便我们谈论和思考。是的，书里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视觉场是容器。视觉场，眼睛看到的范围。对，我们有视野边界的经验，这很像一个容器的边界。所以我们说，那个东西进入了我的视野，它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视野里有什么？确实是这样。还有，活动是物质容器。比如我们说，我投入了很多精力到洗窗户这件事情里，我从跑步中获得了很多满足感。活动就像一个容器，可以投入东西进去，也可以从中取出东西，或者活动本身就像一种物质，可以被拥有或分配。状态是容器也很常见吧？非常常见，陷入爱河，走出困境，进入一种狂喜的状态，它仍处于震惊之中。这些状态都被描绘成了可以进入或离开的空间或容器。书里还特别提到了心智是机器和心智是易碎品这两个隐喻。对，这两个很有意思，而且揭示了隐喻如何影响我们对同一个事物心智的不同理解。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用心智是机器的隐喻，那么当心智出问题时，我们会说它出故障了，运转不灵了，需要修理。机器坏了，通常是停止工作。比如他大脑短路了，或者我的脑子今天不转了。对，但如果我们用心智是易碎品的隐喻，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易碎品坏了是破碎、崩溃，这往往暗示着失去控制，甚至可能伴随暴力或非理性行为。所以我们说他精神崩溃了 ，had a breakdown， 或者形容一个人精神失常、疯了 ，cracked up、shattered， 用的就是这个隐喻。这两种说法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是的，机器故障听起来更像是功能性问题，也许可以修复；易碎品破碎则听起来更严重、更不可控，甚至有点危险。你看，不同的本体隐喻会引导我们对同一现象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太精妙了！本体隐喻让抽象事物变得可以指称、量化、讨论。那还有一种听起来和隐喻有点像，但又不完全一样的，叫转喻，对吧？没错，转喻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我们平时说白宫方面尚未表态，或者在餐厅里服务员说那个角落的火腿三明治在等账单，这跟我们刚才谈的隐喻什么又不一样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区分隐喻和转喻很重要。隐喻是用一个概念领域，比如战争，来理解另外一个概念领域，比如论证，它的核心是理解。而转喻是用一个实体来指代另一个跟它相关联的实体，它的核心功能是指代，当然，它也提供了一定的理解角度。所以白宫指代的是美国总统或行政当局，火腿三明治指代的是点了火腿三明治的顾客。正是如此。注意，这里不是用白宫的结构来理解政府运作，也不是用三明治的特性来理解顾客，它就是一种指代的捷径。那它和拟人化有什么区别？比如，通货膨胀抢走了我的存款。问得好，通货膨胀抢走了我的存款。这里把通货膨胀这个抽象实体赋予了人的动作抢走，这是拟人化隐喻，属于我们刚才说的本体隐喻的一种特殊情况。因为通胀本身不是人，而火腿三明治在等账单，火腿三明治是顾客点的东西，用物品指代人，这是转喻。明白了。那转喻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书里列举了很多，都非常有系统性，比如部分带整体。这个很常见，我们需要一些好脑子来做这个项目，指聪明的人。公司正在雇佣一些长发、指嬉皮士或特定风格的人。我们需要几只强壮的手臂来搬东西，指强壮的人。对，而且注意，它不只是指代，它还聚焦于某个特定的方面。说好脑子强调的是智慧，说强壮的手臂强调的是体力。还有脸带人，比如我们说看一个人的脸，或者肖像画指画面部，因为脸在文化中通常被认为是识别一个人的焦点。还有产品带产品，给我来一杯 Lowenbro 指啤酒，他刚买了辆福特指汽车，我家里挂着一幅毕卡索指毕卡索的画，我正在读海德格尔指海德格尔的书。这个转喻还会影响我们对产品的看法。是的，
比如我们对一件毕卡索作品的崇敬，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它和毕卡索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关联。这种转喻连接赋予了产品额外的意义。还有反过来的，使用者使用的物品带使用者。对，比如乐队里说萨克斯风手今天感冒了，或者像刚才餐厅的例子，那个 BLT 贝根生菜番茄三明治是个吝啬鬼，只点 BLT 的顾客。这个听起来有点非人化。有时候是，比如服务员用火腿三明治或 BLT 来指代顾客，可能只是为了方便，但也确实忽略了顾客作为个体的人，只关注了他的订单或者作为消费者的身份。还有控制者带被控制者。尼克松轰炸了河内，小泽征尔昨晚的音乐会很糟糕。这种转喻把焦点放在了责任归属上。类似的，机构带负责人。埃克森又涨价了，大学不会同意这个提案的。埃克森公司的高管决定涨价，大学的管理层或决策者。对，地点带机构也超常见。对，白宫尚未表态，华盛顿的官僚们漠视民意，克里姆林宫发出威胁，华尔街一片恐慌。这些地点都代指了设在那里的权力机构或群体。最后还有地点带事件。我们不能让泰国变成另一个越南。记住阿拉莫，指阿拉莫战役及其象征意义。水门事件改变了美国政治，指发生在水门大厦的窃听丑闻及其后续。这么一看，转喻真是无处不在，而且非常系统化。是的，它不仅方便指代，也塑造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比如把责任归于谁，关注哪个方面。而且很多文化和宗教的象征符号其实也是基于转喻。比如书里提到鸽子带圣灵，这不是完全黯然的任意的。在文化观念中，鸽子常常象征着和平、温顺，而且它在天上飞，天空又常常与天堂、神圣联系在一起。这种基于文化观念的关联性是转喻的基础，它不是隐喻那种跨域码映射，而是域内关联。明白了，隐喻是 A 是 B， 用 B 理解 A； 转喻是 A 带 B， 用 A 指代关联的 B。非常好的终结。好，我们已经讨论了结构性隐喻、方向性隐喻、本体隐喻和转喻。现在有个问题，对于同一个复杂的概念，比如我们一开始说的论证，似乎可以用很多不同的隐喻来理解它吗？没错。比如我们说了论证是战争，但也可以说论证是一场旅程。比如我们走到哪一步了，它偏离了主题。或者论证是一个容器，比如你的论证内容空洞，这个论证很有深度。甚至论证是一座建筑，比如论证的基础，构建一个论点，论证站不住脚。这么多隐喻，他们是怎么一起工作的？不会互相矛盾吗？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涉及到隐喻系统的运作方式。莱考夫他们的观点是，一个概念的隐喻系统究求的不是完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不是要求所有隐喻能组合成一个单一的、没有矛盾的、像照片一样的整体图像。那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连贯性，也就是说，不同的隐喻能够融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我们理解和谈论这个概念的不同方面，而不会产生无法调和的冲突。怎么实现这种连贯性呢？就拿论证的这几个隐喻来说。好，你看，论证是一场旅程，强调的是论证的进展过程，它有起点，有要遵循的路径，有中间过程，有要达到的目标，结论。跟着我的思路走，我们到达了结论。论证是一个容器，则强调论证的内容。论证有边界，包含哪些观点，不包含哪些，有内容、论据、主张，可能有深度，触及问题的核心。这个论证包含了几个关键点，你的论点很有分量。而论证是一座建筑，强调的是论证的结构和强度。它需要有牢固的基础、基本假设或证据，有清晰的框架、逻辑结构，各个部分需要相互支撑，最终要能够站得住脚，抵抗攻击。所以这几个隐喻各自负责了理性论证的不同侧面：进展、内容、结构、力量。正是，他们并不需要形成一个正在打仗的、行进中的、装着东西的建筑，这样奇怪的统一形象。但他们可以很连贯地一起使用，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方面，在理性论证这个活动中本身就是相关联的。
这种连贯性有没有更深层的机制？书里好像提到了共享意义 （shared entailments）。对，这是一个核心概念。这些不同的隐喻之所以能连贯，是因为它们常常共享一些底层的推论或意义，也就是意义。比如说，这几个隐喻都以某种方式定义了论证的内容或范围。旅程中走过的路程可以对应论证所涵盖的内容，容器的表面界定了内容范围，其内部就是内容。建筑的杯场位壳构成了论证的主体内容，它们都指向了一个界定内容的表面这样的概念。然后呢？基于这个共享的概念，它们就能产生相似的推论。比如，论证的进展可以被看作是创造更多的表面，无论是旅程中覆盖更多地面，容器中填充更多东西，还是建筑中搭建更多结构。而创造更多表面，又等于获得了更多内容。哦，所以取得进展就等于获得了更多内容。这个推论在这几个隐喻下都说得通。对，正是这种共享的寓意，使得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混合使用这些寓意。比如书里举的例子，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构建了我们论证的核心。这里面到目前为止来自旅程隐喻，构建来自建筑隐喻，核心来自容器或建筑隐喻。但听起来一点也不边有。是的，因为它们在进展一等于构建内容这个共享寓意上是连贯的。再比如深度这个概念，在建筑和容器里，深意味着基础或核心，也就是更根本、更重要的部分。对，而在旅程里，深入一个主题，可能意味着它不那么明显，需要更仔细的探索才能发现。虽然具体含义不同，但都指向了某种非表面的、更本质的特性，所以也能连贯使用。这些论证隐喻还能和其他隐喻连贯起来吗？当然，比如理解是看见这个非常核心的隐喻，它和论证是旅程就配合得很好。怎么配合？在旅程中，你看得越多越清楚，就表示你对环境了解的越多。对应到论证中，就是读者听者能看见作者的论点越多越清晰，就表示理解的越好。旅程中的向导指出景点，对应论证中作者展示或指出他的论点。旅程中深入挖掘某个地方，对应论证中揭示某个观点的深层含义。原来如此，隐喻系统内部以及不同隐喻之间，通过共享的经验基础和共享的寓意，形成了一个复杂但连贯的网络。可以这么理解。总结一下，隐喻的核心作用是用我们源于经验的相对具体的概念，战争、旅程、容器、建筑、看见，来构建和理解抽象的概念，论证、理解。它们的连贯性来源于共享的目的，比如都是为了有效论证和共享的寓意，而不是严格的逻辑一致性。这个理解太重要了。如果我们的概念系统大部分都是由这些植根于经验的隐喻构成的，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真理又是什么呢？隐喻会不会创造现实？这绝对是莱考夫和尤汉顺的理论对传统哲学，特别是所谓的客观主义真理观，提出了重大挑战。客观主义认为真理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语言只是反映那个客观现实。对，但如果我们的概念本身就是隐喻性的，是基于我们的身体和互动经验构造的，那我们理解现实的方式本身就不是完全客观的镜子了。那会怎么样呢？隐喻会扭曲现实吗？书里用的词儿是凸显和遮蔽。任何一个隐喻在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概念的某些方面的同时，必然会凸显这些方面，而遮蔽或淡化这个概念的其他方面。比如前面说的论证是战争，对，它凸显了对抗输赢策略，但可能遮蔽了论证中合作、共同探索真理、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再比如理论是建筑，它凸显了理论的基础、结构、系统性。是的，但它可能遮蔽了理论内部的细节、动态发展过程，或者理论与其他理论的互动关系。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例子，劳动是资源，或者时间是资源。这个隐喻让我们能量化劳动和时间，计算成本效益，进行管理。对，这在现代社会非常有用，但它凸显了劳动和时间的功利性和可量化的一面，却可能遮蔽了劳动的个人意义、创造性、满足感，或者休闲时间的体验质量、放松的本质。
我们可能会过于关注利用时间，而忘了享受时间。所以，我们通过什么隐喻来看待事物，会直接影响我们看到什么、重视什么。不仅仅是看到什么，甚至会影响现实本身。特别是新的隐喻，它们有可能创造新的现实。创造现实，这听起来有点悬。书里举了什么例子吗？书里构想了几个很有启发性的新隐喻，比如不再用爱是战争或者爱是方框来看待爱情，而是用爱是共同创造的艺术品。爱是共同创造的艺术品，这听起来很美，它意味着什么？想想创造一件艺术品需要什么？需要工作、努力、技巧、合作，如果是共同创造的话，奉献、耐心、共同的审美、对作品的责任感，还需要创造性来应对挑战。这个隐喻会凸显爱情中需要经营、需要付出、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创造美好的一面。这跟爱是战争强调冲突、输赢、占有，或者爱是方荒强调非理性、失控，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如果你和你的伴侣都接受并践行爱是共同创造的艺术品，这个隐喻，你们的行为方式、对关系的期待、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会不同。你们会更注重沟通、协作、共同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隐喻就为你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爱的现实。还有一个例子是，问题是化学溶液中的沉淀物。对，传统的隐喻可能是问题是谜题。问题是谜题意味了问题有唯一的正确的答案，一旦找到答案，问题就永久解决了。是的，但问题是化学溶液中的沉淀物这个新隐喻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化学沉淀物可以被识别、分析，可以通过改变溶液环境，比如温度、pH 值，让它溶解，但它也可能在条件变化时再次出现。哦，这意味着问题可能不是一次性就能根除的。对，这个隐喻让我们接受问题的复发性，不再追求一劳永逸的解决，而是寻求如何管理环境，让问题溶解或保持在可控范围内。这会改变我们对待生活和工作中很多长期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从而创造一种不同的生活现实。所以，隐喻不仅塑造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新的隐喻甚至能改变我们的行为，创造新的体验和现实。这太强大了。书里还说，隐喻能创造相似性。是的，这也是颠覆传统观点的地方。传统认为，隐喻是基于事物之间预先存在的相似性。但莱考夫他们认为，很多时候相似性恰恰是由隐喻创造出来的。怎么创造？比如本体隐喻，时间是物质，劳动是物质。一旦我们把它们看作物质，它们就都具有了物质的某些属性，比如可以量化、可以买卖、可以节省或浪费。这样时间和劳动就变得相似了，都可以被纳入资源这个范畴。这种相似性是在隐喻建立之后才产生的。结构性隐喻呢？比如思想是食物，这个隐喻让我们在消化、吸收、营养、难以下咽、反刍等等方面看到了思想和食物的相似之处。我们用处理食物的经验框架来理解处理思想的过程，从而在这两个看似不同的领域之间创造了结构性的相似。刚才说的新隐喻，爱是艺术品，问题是沉淀物，也是创造了相似性。对，爱是艺术品，让我们在需要努力、需要合作、有审美价值等方面看到了爱和艺术创作的相似性。问题是沉淀物，则在可识别、可分析、可处理、会复发等方面建立了问题和化学沉淀物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都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在隐喻所凸显的经验范围内被创造出来的。哇，这彻底改变了我对隐喻和相似性的理解。那么，绕回最初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概念系统是隐喻性的，隐喻还会创造实事和相似性，那真理到底是什么？还能谈客观真理吗？莱考夫他们提出了一个体验论 （experientialism） 的真理观，试图在传统的客观主义和完全的主观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路。体验论的真理观，它是怎么说的？核心观点是，真理是基于理解的。我们要判断一个陈述句是否为真，本质上是在看我们对这个陈述句的理解是否与我们对它所描述的那个情境的理解相匹配。理解是关键。
那理解又是什么呢？理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很多要素，包括我们的直接经验、身体感受、互动经验，我们如何进行范畴化，把事物归类，这本身就不是客观的，而是基于我们的互动属性、原型、家族相似性，并且是相对于我们的目的的。我们如何把已有的结构投射到新的经验上？我们如何运用经验格式它，把经验组织成有意义的整体？我们调用的背景知识，以及我们选择凸显哪些方面？听起来，理解本身就不是一个被动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完全不是。即使是看似最简单的非隐喻陈述，比如物在山前面，它的真理判断也依赖于我们的理解。物在山前面还不够客观吗？你看，物和山被我们理解为有边界的实体，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认知上的投射。前面这个方位也是相对于观察者我们而言的。我们需要运用空间关系的概念，并基于我们的目的，比如想知道能否看到山，来判断这个陈述是否符合我们对情景的理解。所以，即使是这种简单的真理，也深深依赖于人类的概念系统和理解方式，而不是某种脱离人的纯粹客观对应。那对于那些明显包含隐喻的陈述呢？比如通货膨胀上升了，或者约翰在论证中成功捍卫了他的立场。这些陈述的真理判断，同样依赖于我们用相应的隐喻来理解情境。我们要判断通货膨胀上升了是否为真，需要先用多是上这个隐喻来理解经济数据所代表的量的变化情况，然后看这句话的字面理解，某个东西向上移动，是否与我们用隐喻构建的那个情境理解相配。判断约翰捍卫了他的立场是否为真，就需要用论证是战争的隐喻来理解辩论过程，看约翰的行为是否符合战争框架下的捍卫行为。正是如此，所以对于体验论来说，一个陈述句的真理总是相对于我们理解该陈述以及相关情境所使用的那个常常是隐喻性的概念系统而言的。那像一些文学性的或者全新的隐喻呢？比如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白痴讲述的故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毫无意义。这句话有真理可言吗？体验论认为，这种新隐喻的真理在于它是否有能力引发我们对自身经验的新的理解。如果你觉得这句话深刻地捕捉到了你对人生的某种感受，比如你可能一直潜在利用人生是一个有意义的故事这个隐喻来期待生活，但现实却不断让你感到挫败和无序，那么这个新隐喻对你来说就是真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更符合你体验的理解方式。所以真理不是绝对客观的，但也并非纯粹主观任意的。对，这就是体验论试图超越客观主义、主观主义二元对立的地方。他承认真理是相对于我们的概念系统的，而这些系统大多是隐喻性的，所以否定了绝对的客观真理。但他也认为，我们的概念系统是基于共享的人类经验，尤其是身体经验和文化背景的，是凭空捏造的，所以也否定了纯粹的主观主义。那么客观性还有可能吗？有可能，但它是一种相对的客观性。我们可以努力超越个人的偏见、情感、立场，去理解一个共享的概念框架下的事实。但这种客观性始终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被大家接受的理解框架而言的。而且隐喻本身是不是也结合了理性和想象力？没错，建立新的隐喻，看到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这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但同时，一旦隐喻建立起来，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推论、寓意。我们可以基于这些推论进行推理，比如基于论证是战争，我们可以推导出需要制定策略、需要防守等等。这种隐喻性推理就是一种想象的理性。这真是对我们关于语言、思维、真理和现实的看法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我们一路看下来，从论证是战争，到方向性隐喻，再到本体隐喻和转喻，以及隐喻如何连贯地构建概念，凸显和遮蔽现实，甚至创造现实和真理。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核心：我们的思维和现实是深深地被我们具身的隐喻性的概念系统所塑造的。是的，这是一个核心的结论。那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引向的最后一个，也是当下非常热门的问题：
人工智能，特别是那些大型语言模型 LLMs， 比如 ChatGPT， 它们到底能不能算理解？这个问题正好把我们前面讨论的人类理解机制和当前 AI 的能力连接起来了。梅拉尼·米切尔等很多学者都在激烈地讨论这个问题。AI 在语言任务上表现确实惊人，他们能翻译、能写作、能回答问题，甚至能对自己的回答给出解释或原因。这让很多人觉得，他们是不是已经具备了某种程度的理解能力？对，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比如 OpenAI 的 Ilya Sutskever、Google 的 Blaise Agaya-Arcas， 还有吴文达 Andrew Nunn 等，他们认为 LLMs 在学习预测下一个词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学到了一个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世界模型 World Model。他们不仅仅是鹦鹉学舌，而是真的能理解概念之间的关系。甚至有研究，比如那个 Othello GPT， 似乎表明模型内部确实形成了一个类似棋盘状态的表征。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大，对吧？非常大，像 Yan LeCun、Saparol Kambhampati， 还有刚才提到的梅拉尼·米切尔等学者，他们就认为，目前 LLMs 所展示的能力更像是极其复杂的模式匹配和近似检查 （approximate retrieval），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类似人类的抽象和推理能力。他们可能是 stochastic parrots， 只是在统计上重组了他们在海量数据中见过的模式。那反对者有什么证据呢？证据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基准测试的脆弱性。虽然 LLMs 在很多自然语言处理的基准测试，比如 GLU、Super GLU， 甚至一些标准化考试 MBA、法律、医学上取得了非常高的分数，但批评者指出，这些测试可能存在数据污染，测试数据无意中混入的训练数据，或者模型学会了走捷径，利用数据中的统计偏见，而不是真正理解任务，所谓的聪明的汉斯效应。或者这些基准测试本身就和真实世界中需要的那种乳爆灵活的理解能力脱节。高分不代表真懂。其次，也是更关键的，是 LLMs 在一些反事实或者非常建模式的任务上表现不佳。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所需要的底层推理能力可能和模型擅长的任务类似，但是任务的内容或表面形式却和训练数据中常见的模式不一样。比如有研究发现，让模型用一种不常见的编程方式，比如 TythonPy 的从一开始的索引，或者让它对一些非常实性的内容进行推理，或者做一些符号层面的类比推理， LLMs 的表现就会显著下降。梅拉尼与米切尔他们做的那个字母串类比实验，是不是也属于这类？正是，那个实验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给人类和 LLMs 一些简单的字母串类比题，比如 ABC 变成 ABD， 那么 IKJ 应该变成什么？答案是 IL。人类和 LLMs 都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他们把字母替换成不熟悉的符号，或者改变字母顺序的规则，人类很快就能适应，抓住抽象的类比关系，但 LLMs 的性能就会急剧下降。这说明了什么？这强烈暗示了 LLMs 的理解非常依赖于他们在训练数据中见过的表面模式，而缺乏真正抽出底层规则并将其灵活应用到新情况的能力。还有像 François Chollet 设计的 ARC（Abstraction and Reasoning Corpus） 和米切尔他们基于 ARC 做的 Concept Arc 测试，这些任务专门考察对核心概念，比如空间关系、物体、拓扑、对称等。LLMs 在这上面的表现目前还远不如人类。那么这些和我们之前讨论的隐喻是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大，这就引出了最核心的断裂点：缺失具体经验 （lack of embodiment）。怎么说？我们前面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人类的概念系统，特别是那些基础的隐喻，比如方向性隐喻、本体隐喻，都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身体经验。我们如何感知空间，如何与物理世界互动，如何感受情感和生理状态，这些经验赋予了我们语言中的隐喻以意义。而 AI 没有身体。对 ，AI， 特别是 LLMs， 它们通过学习海量的文本数据，能够掌握人类语言中几乎所有概念隐喻的用法。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情绪高涨，什么时候该说攻击论点，但是他们缺失了赋予这些说法以真正意义的那个体验基础。能具体举例吗？比如 AI 能学会使用上是好这个隐喻，但它没有我们这种抵抗重力、向上生长的身体经验，没有我们抬头挺胸时的那种生理感受。他能学会说温暖等于亲密，但他没有被拥抱时感受到的那种真实的物理温度和情感连接。他能学会使用论证是战争的所有词汇，但他没有在观点被激烈反对时感受到肾上腺素飙升、心跳加速的那种生理反应。所以 AI 掌握了我们思想的语法，却没有意义来源的那个肉身地层。这个比喻很好，我们可以说 AI 掌握了一套无根的隐喻，他们能够熟练地操纵这些符号，但这些符号对他们来说，可能并不指向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丰富多层、基于体验的意义。那我们该如何看待 AI 的理解呢？他们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吗？这是一种可能。AI 或许能够基于他们处理海量信息的方式，发展出某种我们难以想象的非人类的理解方式。但这会带来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如果他们的理解基础和我们的完全不同，那么他们在需要与人类世界紧密互动的任务中，其行为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可信赖性就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可能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理解，也很难确保他们的行为符合我们的预期和价值观。要想让 AI 达到真正能和人类协同工作、值得我们信赖的那种理解，可能需要什么？这正是目前研究的前沿。一些人认为，可能需要赋予 AI 某种形式的身体，或者与物理世界互动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获得类似人类的核心知识系统和具身经验。但这是否可能通过非物理的方式模拟实现，或者是否必须要有物理身体，目前还是完全开放的问题。看来，理解隐喻不仅能帮我们理解自己，也为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的潜力和局限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的确如此。好了，我们今天这趟深入的探索真是信息量巨大。从隐喻式思维的基本机制，到它如何源于身体经验、系统构建概念、影响真理观，甚至创造现实，最后再到对人工智能理解能力的挑战。一路看下来，结论似乎很清晰：隐喻远非语言的点缀，它是我们思考和存在的操作系统，深深扎根于身体，塑造了我们的现实感。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启发。而这个结论也自然给看似无所不能的人工智能的未来打上了一个深刻的问号。一个没有身体、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界的智能，它的理解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多么依赖隐喻来思考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解放。它让我们有机会去审视我们个人和文化中那些不言自明的赖以生存的核心隐喻。审视他们如何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选择、我们构建的现实。是的，这不仅仅是认知层面的问题，更关乎自我理解和价值选择。这是一个持续的、永无止境的意义协商过程。理解我们自身的隐喻监狱，可能是获得建造更自由的思想建筑的第一步。说得太好了。那么，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让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可以继续思考。如果我们人类的现实如此深刻地被我们的身体和由身体经验生发出的隐喻所塑造，那么一个纯粹基于信息处理、没有身体、没有我们这种体验基础的 AI， 它所构建或者说它所栖居的现实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人类的现实和那种可能的 AI 现实之间，是否存在一条无法完全跨越的鸿沟？这又对我们未来如何与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共存，意味着什么呢？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好了，今天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期待下次再会。